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云南大理的微山县。前2个月我去了趟贵州，发现很多村落穿着明朝的服装，就证明那些村落历史非常悠久，是明朝的人在那里定居，然后传承下来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很有特色，听说是一些皇族的后代居住在这里，同时他们的服装也是他们皇族的那些服装。现在去看一看。我刚刚把车停好，就碰到一位当地的阿姨干完农活回来，看一下她这个衣服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，很鲜艳，大红大绿。那么我估计这个村落应该有很多人穿这种传统的服装，这种衣服估计也是自己制作的。我在说这个衣服挺好看，这位阿姨跟我说这衣服不好看，只是他们一直传承是这样的，所以就一直穿着。来到这个村落，感觉就是很古朴，房屋全是依山而建，都在半山腰，跟重庆的房屋很相像。那这个地方其实也算是比较偏僻，从外面的国道到里面20公里，我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一直都是山路18弯，一边靠山，一边是悬崖，路也非常小，所以走的是非常慢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没有道路的，好像是97年开始修建了这种石沙路，到了2014还是2015年才修建了我们现在可以开进来的水泥路，所以这个村落相对来讲比较淳朴，保存的比较原生态。这里就是卓木朗村，差不多是传承了一个上千年的村落。来到这个村落呢，能够看到很多当地的人穿着一些比较传统的服装，就是古代那种皇室的服装一样。我们在贵州看到的那些是明朝的服装，那这里比他们还早。那按照资料，这个村落住的人就是南诏国的后裔，当时南诏国的首府就在大理，后面被灭之后，他们有一部分皇族的人就来到这个大山里面居住，然后一直传承下来，保留了这些习俗。同时居住在这个村里面的基本就是彝族。进入到村子里面，可能还能看到彝族的一些介绍，彝族的文字。这边养羊养牛的特别多。叔，你这里有多少只啊？哎，有多少只30来只。30来只啊！这样羊要养多久才能卖呀？这样大点的那种就要3年，要3年的。3年。哎，那这种羊一只能卖多少钱？什么样啊？7、8块，小的就7、8块，大的那个是2000几。刚才羊全部跑上去了，听到这位叔弄一些吃的，全部又跑下来了，也挺聪明的。哇，这只羊挺大的，大的2000多，小的7、800。这里是进入村落的一条道路，旁边看到有很多柴火，就证明这一户人家做饭还烧柴，这个在农村很普遍，很常见。前面就有几位阿姨，她们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过去看看，真的跟那个贵州那里明朝的服装有点相似，它那里是有点带点蓝色，它这里呢是大红大绿。你好，你好，来过来玩的。哎，这服装挺有意思的。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。来到村里面，发现有一幅长长的壁画，这个就是当年卓木朗村刚刚发现的样子。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，这里还没有通公路，所以呢比较古朴，比较传统。那些房屋呢，全都是木质结构。那么当时村民进出靠什么？靠骡子、靠马运送东西，就是这样的石板路。那这些房屋都是比较传统的。由于现在经济的发展，然后这里正在开发旅游，所以慢慢的就有所改变。房屋呢，由原来的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砖结构，挺有意思的吧？那么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村落里面搞文化，搞一些表演，因为它这里是属于彝族聚居地，他们的节日跟我们的节日有所区别，就大家都在这里。你看他们穿的衣服，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看到那些衣服，所以他们这些都传承了好多年，上千年的一个村落啊。前方这一户人家也挺大的，一般在农村才有这么大的房屋。后面还有，走过去看看。这个村传承了好久吧？有上千年了哈。上千年。哦，你们也算是一个村，都是一个姓吗？
都是一个县，其中有2户姓李的。啊，那也是后面搬过来的吧？啊，这个村历史非常悠久，听说是以前南诏国的后代吗？啊，对对。像外面那个道路是什么时候建的？90年代。90年代。那以前出去你们怎么办？靠骡靠马是吧？那个过去是做走路，马、骡子啊，挑东西，那个就代替劳力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大叔后面那个房屋全是用木头制作的，而且木雕非常精美。大叔向我们介绍，他这样的房屋建造成本可能比砖结构的房屋还更多。这些木头搭建起来的房屋，基本就是冬暖夏凉。现在这个村落由于正在开发成旅游，所以呢，条件会好很多。石板路在以前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远处。这些房屋基本上是建在山上面，有点像悬崖村、云贵川还有鄂西地区山多，那房屋必不可免的就是这样建造。然后在这个山顶上面还有个小学，听刚才那位大爷说，他们小时候读书也是在村里读小学，读初中的话就要去镇里读，并且是住校。我记得我读初中开始也是住校的。在村子看到一幅这样的图。上面有很多动物，这个属于彝族的生肖，而且它这里是10个月，跟我们有点不一样。那它这个是叫做太阳历法，它这个是一种日历的代表是吧？是。10个月吗？众所周知，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。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还是通行那个农历，就我们说的12个月，但是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历法，就是10月太阳历法。那彝族的太阳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彝族祖先通过对太阳、月亮、北斗星的观察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历法。这上面应该是彝族的一些文字，那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汉字。同时，这些也是彝族的姓啊。我们说有百家姓，而彝族这里还有一个千家姓。这里很多壁画，这个叫牧羊童。我们刚刚进村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书在放羊。那这个地方被称为南诏国后遗，并不是说是我们那个随便说的，它是有专家来考证。因为这个村落被发现之后这么传统，所以就很多学者来这里看考察，最终确定这里就是南诏国的后裔。根据当地一些传承，然后根据资料这样确定的。这上面是汉字，下面应该就是彝族的文字。一个民族能够传承上千年、上万年，那一定是有文字的。没有文字，基本上是传承不了这么久的。你包括贵族，还有一个水族，它那个文字我们也可以在那边看得到。那这幅图代表的就是丰收时节，大家在劳动，劳动完之后，他们就背东西。就是我比较奇怪的就是。他们这个头部为什么用这种捆绑着？那头受得了吗？我们一般是靠肩膀，但是来到这边彝族，好像这个背篓都是这样的。哎，大哥，问一下，您是这个彝族吗？我问一下，这个是为什么会用这种形式用头去背东西呢？这个习惯掉了嘛，从小就这样背。那是头受得了吗？肯定受得了。我们这边就是这样背了吗？那不会很重吗？重也没办法嘛，就是习惯。一篓东西很重啊，有几十斤了可能。像这种背他们都背不动，就用啊，只能用头才能背得起来。用头才。那还不一样，你像我们，你别说几斤用头都背不动。这习惯掉了。习惯确实。我们这边就是习惯性。那确实与众不同啊。谢谢啊，阿姨，你也经常用这种背东西吗？背习惯了。背习惯了，最多你们能背多重啊？50斤有没有？100斤都有。100斤都有啊！哇，那太厉害了。刚才那位阿姨告诉我们，他们衣服就是这样缝起来的，那个布料是外面买的，然后自己拿回来缝。他们从小就可能学这个针线活。你想，这个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然后头上不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有一个头饰嘛，它好像有区分，就跟在贵州看那些少数民族，结了婚的人是一种，没有结婚的是一种。就你看他有没有结婚，通过头上那个戴的东西就能够了解。他们以前的房屋也是木头，然后上面有很多雕刻，这个确实非常精美啊。这个木雕的很精美啊，
很好看的。它这边有很多壁画，那这个是一个图腾，凤凰。不管哪个地方啊，凤凰都算是一种图腾。这里也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房屋。来到大理这边，好多这样的房屋都是属于那个土石结构的，因为以前这里那个没有交通嘛，就不便。看看这里面，哇，你好，你好，过来玩来看看，哇，这里面挺大的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我江西的，江西的，没去过吧？没有去你过。最远去过哪里？最远去过昆明。这个壁画展示的就是南诏国女子的头饰，我估计应该是皇室成员才能戴这么豪华的头饰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豪华、很精美？一般的人肯定是没有的。这里应该是一家人准备做饭，在这里聊天。这个我特别喜欢这种场合啊，就是农村厨房比较大嘛，很多时候大家聊天就是在厨房，在灶台旁边。在这里又碰到一位阿姨，刚刚干完农活回来，这衣服确实挺好看的，大家喜不喜欢？不过在这个村子里面，发现穿这些衣服的基本都是年长者，年轻的人基本没有。这是一只龙，同时也是彝族的图腾。你像老虎、火、龙都是属于他们的图腾。那在彝族比较有一个熟知的就是火把节，所以他们这个图腾还是挺多的。我们走到一个人家，这些地方建造的挺别致的，他们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木头建造的房屋。你像这些木头，我们也说了，非常精美，它的成本绝对比那些砖结构的大一点。还有每家每户都种植了一些药材，这个应该算是那些云南白药的一些材料。它这些房屋上面基本都会有壁画，基本上当地人可能就靠这个记载一些东西下来。所以说，在云南深山的这个村庄，住了一群南诏国皇室后裔，至今还保留着很多传统习俗。像这个服装，基本上是跟1000年以前一样，从南诏国一直延续到现在。还有这些用木头建的房子上面都有雕刻，还有墙壁上面有很多壁画，这个在其他的村落是很少见的。